大家好，我是苏涵。过去这一年，市场上最值钱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是美联储快要降息了。只要这句话成立了，那股市、债券、黄金、房子全都会跟着重新定价。可是最近呢，美国的就业数据出来之后，市场突然不敢这么说了，甚至有人开始小声讨论一个更加吓人的话题：美联储会不会要加息了呢？听起来很荒唐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美国债务这么重，房地产这么冷。企业融资这么贵，怎么反而担心它加息了呢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儿讲清楚。这件事儿的本质呢，还不是利率怎么调，而是美联储要相信哪一套数据，讲哪一个故事。我们先画第一条线。5月份，美国非农新增就业17.2万人，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强不少。失业率呢维持在4.3%左右。这两个数字说明什么？说明就业市场至少表面上没崩呀。那这对美联储意味着什么呢？大家记住，美联储想降息是得有理由的。什么理由呢？通常就是经济不行了，企业大裁员了，失业率往上飙了，那他就可以说我要拯救就业，我要防止硬着陆，所以我得降息。可是现在呢，失业率才4%出头，新增就业远超预期，那降息的话他就说不出口啊。所以这第一条线的结论就很清楚了，就业没崩，美联储失去了一个降息的借口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不能因为它就业数据好，就直接说它一定要加息了。就业好，顶多说明它不着急降息，到底要不要加息呢？还得看下一条线。而真正让美联储现在难受的，恰恰就是下面这条线。如果只是就业强，美联储最多是按兵不动，没什么。最可怕的是另外一种组合，就业强，可是通胀又回来了，这就麻烦了，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没有弱到需要你马上降息，通胀却高到不让你降息。过去市场呢一直相信一件事儿，说通胀会慢慢的回落，利率会慢慢的下来，便宜的钱也会慢慢的回到市场。但是最近的数据提醒大家，这事儿可能没那么顺了。能源价格、地缘冲突、财政赤字、工资服务价格，这些呢都在给通胀添柴加火。而这也一直印证了我所讲的那个词儿硬约束时代。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硬约束时代。过去几十年，全球经济下面呢其实是有一个假设的，就是能源可以不断的更加便宜，商品可以更加便宜，借钱可以更便宜，人工可以靠着全球化压下去它的价格。所以呢，只要经济一放缓，央行就会降息放水，那么立刻就能把经济再抬起来。可是现在呢，能源可不一定便宜了，供应链也不一定稳了，赤字不一定能随便扩了，工资还不一定降得下来了。那么这一轮的通胀呢，就不像过去下一场雨就能退潮，它会反复的回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市场讨论的已经不只是美联储什么时候会降息了，而是那个更加难的问题：如果通胀再次抬头，美联储会不会被迫加息呢？而到这儿，麻烦才真正的开始。从通胀来看呢，美联储是不能降息的。可是从美国经济和财政来看，它太想降了。为什么？我给大家3个理由，你们就能明白这股力量有多强大。第一呢，就是房地产想降息，房贷利率挂在高位，买房的、卖房的、盖房的全都被压着。第二，企业想降息，利率一高，借钱成本就变贵了，那中小企业、高负债的公司、成长型的公司最先就扛不住了。第三也是最大的，政府想降息啊，美国最大的长期包袱之一就是债务太重，利息太重，利率多在高位待一天，财政压力就多扛一天。所以你看，其实美国现在不是不想降息，恰恰相反，政府想降，房地产想降，企业想降，市场也想让它降息，可是它的通胀偏偏不能答应。好，那现在我们退后一步，看看黑板啊，我们已经写了3条线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它连起来，3点用线变成一个三角形。大家看清楚这个三角形，它的3个角呢，分别往3个方向，在不同的去拽美联储。不降息，那它的经济和债务会继续受罪；降息呢，它的通胀可能会重新的失控。而加息呢，市场和财政会更加要命。这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2难了，这是3难。
那它可怎么办呢？短期内它大概率既不会猛降息，也不会猛加息。它现在打算干一件很聪明也很微妙的事儿，调整口径。就是不着急答应市场降息，也不会彻底排除加息的可能性。同时呢，开始挑着强调不同的通胀数字来讲了。因为很多人以为通胀它就是一个数字 ，CPI 是多少，通胀就是多少。但是在政策的世界当中，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现在专门开出一块地方来讲这个事儿。通胀呢，它不是一个数字，是3个口径，讲着3个不同的故事。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。第一个呢，叫做 CPI，它相当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，也是最贴近普通人的经济感受。食品、能源、住房、日常开销全在 CPI 里面。它回答的问题是：普通人过日子紧不紧张？第二个呢，叫做核心 PCE，它是剔除掉食品、能源看趋势的一个指标，这是美联储传统上最看重的一个指标。它把波动大的食品和能源都剔除掉了，它要看的是长期趋势顽固不顽固。而最近呢，又被美联储翻出来讨论的一个新的指标叫做 Trimmed Mean PCE。这个词儿听着很复杂，但是我给大家翻译一下。普通的算法呢，就是把一大堆价格放在一起平均，但是有些项目涨得会特别离谱，有些项目呢跌得会特别离谱。所以这个 trimmed mean 的意思就是把涨得最猛的、跌得最狠的这两头去掉，只看中间那一段，也就是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就看中间的那一段。PCE 的英文呢是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， 个人消费支出。CPI 它只统计家庭自己掏腰包付的钱，比如说房租啦、买菜啦、加油那 PCE 呢，这里面还包含了第三方替老百姓支付的消费，最典型的就是医疗保险雇主的医保支出政府的医保支付等等。所以 PCE 的篮子比 CPI 更大，更能代表真实的国民经济消费。而 Trimmed Mean PCE 它想回答的是，去掉那些最极端的捣乱分子，美国底层的通胀到底是几个点？而这个数呢，看起来比 CPI、比核心 PCE 都要低，更靠近美联储那个2%的目标。大家品一品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就意味着它会给美联储一个特别好用的叙事空间。如果美联储接下来想继续强硬，它就可以强调 CPI 和核心 PCE。他会说，你看通胀还高我们不能降息。但是如果他想给降息找台阶呢，他就可以强调这个 trimmed mean PCE， 他就会说底层通胀其实已经接近我们的目标了，我们可以考虑调整。你看，同样的经济，同样的一堆数据，只要挑不同的指标讲，就能讲出2个完全相反的结论。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说美联储这是数据造假，那样也不专业。毕竟这个 trimmed mean PCE 它本来也不是临时被发明出来的，它确实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正经的经济指标。问题呢不在于它这个数是真是假，而在于当这几个指标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的时候，美联储会选择用哪一个来说事儿？这才是重点。讲到这儿呢，逻辑就齐了。我给大家3个结论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第一个，别再压单边降息了。过去我们的很多资产涨，就是靠降息快来了这个预期。一旦降息不断被推迟，甚至开始重新定价加息的时候，那么那些此前被高估的、对利率敏感的资产波动就会变大。不是说它一定就会跌，而是说它们的估值逻辑就变脆弱了。第二个，黄金不是靠降息才涨的。很多人以为黄金只有在降息的时候才涨，那么就太简单了。高通胀、高债务、地缘冲突、财政赤字同时都摆在这儿，黄金照样有它的配置意义。但是反过来，美债利率一上行，美元一走强，那么黄金短期也会发生剧烈的震荡。所以大家记住黄金是组合里的对冲资产，不是用来让你追涨杀跌的。第3个，别赌美联储的某一次会议了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投资压在美联储下一次到底会不会降息上面，因为你真的猜不准。我们要问自己的是，你的资产能不能同时扛住3种不同的环境？高利率比预期的更久，通胀比预期的更加顽固，波动比预期的更大。如果你完全都压在其中的某一个方向，
那么美联储的一次会议就能够把你摆布得死死的。但如果你手里面既有现金，也有短债，也有黄金，也有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，还有一点海外的配置，那么你就不会被它的某一次会议牵着鼻子走。现在关于美联储到底会加息还是降息，有人说美联储可能会被逼着加息，也有人说呢，它可能会换个指标给降息再找理由。表面上看，这两种观点是打架的，但是我们把所有的叙事拼在一起，恰恰就是美国现在最真实的处境。数据不支持轻易的降息，政治又逼着它降息，市场怕加息，通胀逼着它加息。过去我们习惯了一个世界，经济一差就会降息，市场一跌，流动性就回来了，资产一受压，政策就来托底。但是在这个硬约束时代，这套逻辑正在改变，因为通胀、能源、债务、财政、地缘冲突都在一点点的收窄央行的手脚。所以未来几年，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不是一个纯粹的降息周期，而是一个更加拧巴的环境。利率下不来，通胀退不进，财政越来越紧，波动越来越频繁。低利率时代没那么容易回来了，这才是今天这堂课真正想给大家的启发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